Hello，大家好。在2个星期前的一个视频里呢，我跟大家讲解了 HSK4第二课里面的4个词汇。那今天呢，就继续把第二课的其他的词汇讲完。那我认为，就是如何学习汉语词汇呢，或者如何记住你学习过的汉语词汇。其实最好的方法呢，就是多听别人是怎么使用这个词汇的，然后呢，把它用在自己的句子里面。那在我的视频当中，你会找到很多例子。那我也希望你们如果有时间的话呢，可以把这些词汇用到自己的那个句子当中。你也可以把你的句子写在 comments 里面，我有时间呢会帮大家修改。第一个想要跟大家解释的词语呢是专门。专门有2个特别常用的意思。第一个意思呢，就是只做某件事情，或者只从事某个活动。比如说，这是一家专门卖汉语书籍的书店。那意思就是说，这家书店呢只卖汉语书，不卖其他的书。又或者，这家店专门卖寿司，所以呢，这家店它可能只卖寿司，它不出售其他的食物。这个就是专门的第一个用法。第二个意思呢，就是专为某个目的而去做某件事情。那在我们第二课当中用的就是这个意思。你也可以用特地这个词语来替代专门。那比如说在我们的课文当中，为了参加同学聚会，张远专门从国外飞回来。你也可以说张远特地从国外飞回来。又或者这个房间是专门为你准备的，这个房间是特地为你准备的。还有一个例子，因为我不常回家，然后这个星期天呢，我准备回家了。妈妈专门为我准备了我爱吃的菜。妈妈特地为我准备了我爱吃的菜。你看，在这儿专门和特地是可以互换的，意思是一模一样的。第二个词语呢是差不多。差不多这个词语从字面上看，你们就应该知道它的意思是差别不大。那比如说我们可以说，你们2个人的汉语水平差不多。这2个孩子差不多高，年龄也差不多。如果比较的东西有3个或者3个以上，我们就会在句子里面加一个都。比如说，我觉得东京、纽约和上海都差不多，都是大城市。又或者，这个班级里的孩子都差不多，没有谁成绩特别好或者特别差。在日常生活当中呢，我们经常用差不多来表达英文当中 more or less 的意思。比如说，这个男孩差不多6岁了。我在加拿大差不多待了有3年了。又或者差不多2个星期前我去了趟北京。第3个想要解释的词语呢是麻烦。在课文当中，麻烦呢是一个动词。小林想让小李去联系王静，让王静也来参加同学聚会。那当你在请求别人帮你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呢，麻烦你这样一个句型是一个非常有用也非常礼貌的句型，大家可以记一下。比如说，麻烦你联系一下王静，让他来参加同学聚会。麻烦你送我去机场，可以吗？麻烦你告诉我明天的会议是几点开始？
当然，做动词的时候，麻烦也可以这样说：这件事我可以自己解决，就不麻烦你了。我觉得我已经麻烦你很多次了。麻烦呢，也可以做形容词。比如说你说，这件事真的很麻烦，我已经头疼了好几天了。当别人麻烦你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也可以这样回答：不麻烦，这是举手之劳。当麻烦做名词的时候呢，你可以这样用：真的很抱歉，给你带来这么大的麻烦。又或者，我可不想自找麻烦。第4个词语呢是好像。好像呢也有2个常用的用法。那在课文当中，它的用法呢意思就是有点像，类似的意思。那比如说，王静说，当他看到那张照片，就好像回到了校园，就好像回到了学生时代。那好像呢也经常用在比喻句当中。比如说，天上的白云好像棉花糖一样。又或者，微风吹在脸上，好像妈妈在抚摸我的脸，都是非常温柔的。第2个用法也非常的常用，那就是其实是想表达一种不太确定的意思，就是跟大概的意思有一点像。那比如说，今天他没有来公司，好像是生病了。就是说，当我下这个判断的时候呢，我并不是特别确定，我只是猜想他可能是生病了。又或者，他考试又考砸了，但是好像他并不在意。他是表面上不在意，还是心里真的不在意，我并不确定。所以当我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呢，我用好像他并不在意。最后一个想要跟大家解释的词语呢是尽管。在课文当中，尽管就是虽然的意思。这个如果这个意思是虽然，那我们一般呢可以跟但是或者是还是这2个词语连用。那比如说，尽管天气非常冷，我还是去游泳了。尽管我不是特别爱他，但是我还是和他结婚了。为什么？所以在上面这2个句子里面呢，你们可以发现，我们可以用虽然这个词来代替尽管，意思都是一样的。尽管还有一个特别常用的意思，就是不必考虑其他的事情，放心的去做某件事情。比如说，你有什么话尽管说，意思呢就是你不用担心什么，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又或者，你想做什么尽管去做，就是不要有什么顾虑。好了，今天的5个词汇就跟大家解释到这儿了，你都学会了吗？欢迎你给我留言，并且把自己的句子写在 comments 里面。今天我们的视频就到这儿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记得给我点赞，并且订阅我的频道哦。非常感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